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42架的美军的军机在美伊战事当中造成的战损，当中包括了20多架是 MQ9， 是接连的遭到猎杀，另外还有其他的战机，包括了 F-15E 也遭击落 ，F-35则是遭到开火之后驱离。伊朗另外一方面，他强势的公开了180公里的攻击快艇。剑指荷姆兹海峡，美国现在面临的是军事霸权最危险时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场深入的分析。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同样是一周的开始，先提醒观众朋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做分享。在留言区，如果希望跟我互动，跟我们的团队做互动的话，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并且呢留言写下热推，也顺便帮我们按下热推这2个关键字。今天节目来关心到的是。刚刚特别提到的美伊战事哦，现在呢，我们看起来虽然说双方还在谈判当中，但是战火不但没有降温，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全面的升级的。战场局势朝着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持续的做发展。先来看到一些战火的全面升级，包括了在过去24小时内，伊朗呢，它是以它的法塔赫飞弹攻击科威特的一处美军基地，一共是造成了5名的美军跟外包商不幸的因此受伤。再来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被美方拦截下来，原本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飞弹被拦截下来之后坠落，残骸坠落，没有想到是直接砸毁了2架 MQ9 死神无人机。要知道，这 MQ9 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是非常高的，这一架要价高达了9.4亿元新台币，2架掉下来直逼20亿元新台币，遭到损失哦。另外就是美军有一架它的 F-15E 的打击鹰战机。日前呢，是在伊朗的西南部也遭到击落了。知情人士特别透露说，伊朗方面靠的就是中国制的肩射飞弹。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恐怕还持续获得来自于北京的雷达支援，这也是同样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报道。再来，我们看到 F-35逆中战机了，是伊朗近日还向入侵空域的 F-35逆中战机做开火，对方是紧急的撤离现场。这个是在美军还有这个伊朗全面战火升级的部分，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些项目之外，还有今天早上收到的最新消息是，美军一架 MQ-1无人机日前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伊朗的军方同样是被击落了，让美国的这个空优制空权的神话可以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来看到美军的战损，刚刚来看到的，从这个史诗级怒火行动展开以来，来自于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分析指出，目前光是军机的战损，包括遭到击落跟坠毁、受伤的部分，一共是42架，当中最多的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24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都受损，其他受损的还包括了 F-15E、KC-135空中加油机、F-35A 逆中战机，全体的战损现在逼近了1兆元新台币，但是这一些金额还不包括了美军的这个基地受损的部分，数字都还没有加上去。华盛顿邮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哦，这一次从卫星影像来做对比的话，发现伊朗它对于中东地区一共是打击了15座的美军基地，造成了228处的军事设施跟这个装备都因此受损。人员的损伤部分，美军表示从4月底。截至4月底，伊朗攻击是已经造成了7名的美军军官死亡，超过400人还因此受伤，当中12人伤势是最严重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再祭出它的新武器，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款攻击快艇。这个叫做27日拉杰普，这个是伊朗自制的快艇，最高时速高达了185公里，可以携带2枚射程700公里的巡航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也可以透过蜂群战术来围攻大型的军舰。伊朗说了，已经全面的掌控荷姆兹海峡，任何军舰敢开进来必
定会来做反击。CNN 更是爆料说，这个伊朗已经完全的抢修了它的地下飞弹基地，当中包括90%的地下飞弹跟它的发射系统都被成功的保存了下来，等于美军的制空神话被打败了吗？F-15遭到大陆甚至只是这种监射的飞弹给击落 ，NQ9 一直被击落，总共现在说了达到20几架，美军制空神话在中东失效吗？委员怎么看？对，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国会研究处所公布的这个战损报告当时是42架，可是事实上在这个战损报告公布之后，那么我相信美国的空军还是有陆续的战损譬如说这个在波斯湾上空失去踪迹的那架 KC-135，应该当时就没有算在这个战损报告里头。那更不要讲在最近这段期间，还有陆续的一些伤亡像 MQ9、MQ1 那么也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发动这一次的对伊朗战争里头，其实美国光是空军的这个战损的程度，绝对远远超过42架。那你更不要讲说，它对于人员伤亡的这个所发布的这些讯息也引起了美国媒体高度的怀疑。所以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会去做比对？因为在战争发动的那段期间，美国跟以色列几乎是整个 block 封锁掉了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卫星空照图就让你完全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比对的机会。那华盛顿邮报当时的那篇报道是他透过了各种管道找到了这个民间的所谓的这个卫星空拍图，然后他进行比对，发现说美军在中东的15处基地，总共有228个设施跟据点都被击中，而且打得很准所以其实华盛顿邮报做那篇报道，它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它质疑美军真的伤亡就这么一点点吗？就如果今天打得这么准那么到底怎么可能说美军的伤亡才像是美国国防部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呢？那我们看到了这些空军的战损，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川普最喜欢这个跟大家炫耀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他们的飞机都被我们打下来了然后呢，但事实上你发现搞了个半天，其实川普现阶段美国如果真的在发动下半场的战争的话，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还能够掌握制空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 MQ9 的伤亡这么大？因为 MQ9 它是一个低速的它当然是无人啦，所以被打下来其实除了这个耗费这个资金原物料以外，人命是没有受到损失但是问题是 MQ9 它是低速又缺乏电子自卫能力的，所以你要把 MQ9 打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加上说这个伊朗又不是吃素的，它不是省油的灯，它长期以来就有它立体的这个全面的防空系统那么你看到的像 F-15E 那更好笑了，F-15E 战损最严重的那3架是被美国科威特自己的友军误击的就是当时的大黄蜂一口气打了3架在那个时间点，大家会说为什么大黄蜂会误击？因为刚好那个时间点是伊朗针对整个中东发动这个高密度的饱和式的攻击，所以那个时候空中有太多的这个萤幕的据点那这些相关的这些亮点很难做短时间内立刻做判读所以后来科威特的这架 F-18就一下就把美国3架这个 F-15E 打下来了。那我们最近在讲的这架 F-15E 是被监视飞弹打的那监视飞弹代表什么呢？它是在什么地方被打下来的？它是在山区被打下来的。这代表一件事情就美国不管是怎么嚣张的宣称说它掌握制空权，可是当你进入了伊朗复杂的山区地形的时候，因为山区地形太复杂，所以会有雷达的盲区，这些盲区就极有可能用单兵的这个监射武器就把它打下来了。所以事实上以伊朗现在几乎是这个高原遍布的状况，美军现在的它的战机在这个伊朗的境内飞行，真的能够这个好整以暇，认为完全没有威胁吗？那你还不要讲说现在外传中国大陆提供了 YLC-8B 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的雷达给了伊朗。这个如果伊朗有这样的雷达，这个雷达专门就是反逆中雷达。如果今天伊朗掌握了这个雷达，美国接下来的 F-35还敢飞过来吗？那你最后我们再强调的是，大家还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还是这个有作战体系的它的加油机呢，它的运输机损失了多少？它的加油机在这场战争当中已经损失了好几架了 KC-135。我刚才讲到的在波斯湾上空的那架，到现在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小健，讲说，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新闻呢？怎么美国到现在都没有讲一下那个 KC-135去哪了？就到现在完全这架飞机就消失了。它如果不是被外星人抓走的话，那要么就是自己这个失误，
这个坠毁了，要么就是又被伊朗打下来了。但是不管是什么，美国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讲这架 KC-135去哪了。这的确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有难言之隐啊，连空中加油机都有问题了。那美国接下来呢？中东的空军基地被炸的这个满目疮痍，你空中加油机也一直在出纰漏，甚至也不见得敢飞过来。那么到时候你如何继续维持你长途奔袭的空战的实力呢？是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打到现在，也可以看到美军现在在中东哦，尤其是川普最自豪的这个空中的制霸权，可以说逐渐的在失效，而且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同时间呢，伊朗我们看到刚刚特别介绍了，他寄出了这款新的武器哦，是他的27日拉杰普这个攻击快艇，战力的部分说可以达到185公里的一个快艇，搭配700公里巡弋飞弹，能够形成一个波斯湾的巨直网吗？那舰长怎么看？其实对于空中来讲水面的舰艇跑再快啊，其实都像我们在看蚂蚁在跑一样。蚂蚁即使是得了奥林匹克奖，对我们来讲也就是往前一点而已。所以其实对于水面上的舰艇讲求速度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27日拉杰普，它的速度啊，我们刚刚提到是每小时185公里。可是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它的巡航速度就已经到了每小时265公里了。那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速度来讲其实没有必要啊。那至于说真正对于美军造成压力的是它这一种所谓的蚊子舰队的这种打法。那它这种打法呢，它其实是需要目标获得、目标指定的，也就是它其实必须要有空中的直升机，然后透过水面上的舰艇。不过，我们从2月28号开战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水雷的部分嘛。但是今天出现了。如果按照今天最新的新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靠近那个阿曼这边的这个穆桑达姆半岛这个位置点，已经看到了这个水雷的布放啊，而且这个水雷布放的时间感觉呢，其实并不久，因为如果久的话，它的上层跟下层会有不同的颜色，因为会有这个我们讲到青苔的附着，或者是我们在讲水中生物藤壶啊、海蛎子啊这种布设，那个它会生长在上面。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它其实最完整的是这一个部分呢。那它其实是已经修改过了，它不是像我们之前讲到单纯只是上面有一个玻璃管碰撞，然后它就会海水形成通路，而它已经有很初步的这一个声学跟磁性的这一个感应的能力。那这个感应的能力呢，那它是否可以鉴别出舰艇，我们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对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大家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今天中午我们1点钟所截下来的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一个船舶来去的状况之外，全部是清空的。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获得现在这一个川普几乎等于是无条件的开放霍姆兹海峡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水雷出现了。那水雷出现了，绝对不会只有单一一枚。那这个其实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压力，那会使得没有船舶敢真正的穿越这霍姆兹海峡。好，所以注意了，这个水雷是首度的出现，这是最新进度。那荷姆兹海峡现在等于是掌控在伊朗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美军的战损的部分嘛，42架战机算是近期最高的一个数字，还有15座的美军基地遭到遇袭，连 F-35都落荒而逃。怎么看这个美军神话？那杨老师怎么看？美军经常就是认为中国解放军没有打过仗。在中越边境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大概有数十年了吧，那美国呢，过去经常打仗，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中间还不谈，也许包含利比亚，到就是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但是结果你看看美国这个仗打得怎么样？那如果是身经百战，你打伊朗，为什么会不到40天，几乎是一天掉一架飞机？
绝大部分是被空中打下来，很少部分是停的飞机坪上受到波及的。那你看到它的这些飞弹使用的情况，那比相对于伊朗所使用的那种不对称，不管是在价格上、技术上，所以美军真的会打仗吗？美国在全球有750个基地，在中东地区其实超过50-60个基地，大型的有15到20个，每一个几乎都遇袭。那到现在还没办法修复，为什么？因为荷姆兹海峡还不能通，它现在还不能运这些维修的这个装备前往海湾地区进行基地的修复，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都是如此。所以美军的军事霸权神话现在受到很大的动摇。也就是说，你花最多的钱，9000亿美元，排名第2是中国大陆3000亿美元，而9000亿是占你的 GDP 的4.3%，而你现在今年可能会加到1.5兆。可是你看到你所有的这些船舰、飞机都已经开始老旧，你所有的战略战术都没有办法去针对就实际的这个个案做最有效的这个布局。你的领导以及你整个这个执行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那因此，从政治、战略、战术、战场到装备、到武器、到人员，每一个环节都在这一次美国打伊朗的战争当中呢，问题多多，每个环节都浮现。那结果到了香格里拉对话来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在谈伊朗战争，影响亚洲安全或者是全世界安全的，没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伊朗战争。你看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多虚假，干脆不要举办了，干脆不要举办了。到这边来，西方的媒体只是去哄抬说日本、菲律宾指控中国的威胁，那所有连越南、东协国家都说，跟中国改善关系和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是两回事，可以同时并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为什么？他看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整个被击败，而后续他在后续的这个出兵上面也碰到问题。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美国这个谈判被伊朗看穿了，因为他不敢再真的打了，每天再掉一架飞机吗？那还受得了？所以呢，川普你赶快签了和平协议吧。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伊和谈快要破局吗？伊朗下一刀会不会瞄准海底电缆做一个更强硬的报复？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留言做互动。如果您认为伊朗会有更强烈报复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美伊双方有机会达成和平的谈判，我们可以留言写2，一起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同时呢，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喊说他掌握了荷姆兹海峡的咽喉，美国科技业会不会在这个伊朗掌握了所谓的海底电缆之后遭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看。川普呢，他认为说现在美伊和谈谈得很好，而且他认为他正在主导当中，所以呢，他也主导了这个重写的 MOU 条件。但是注意了，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MOU 的细节，其实比先前他提出的条件都还要更强硬。当然了，伊朗是直接画出了红线，拒绝了川普原本的提议。这个现在是进入美伊谈判最后阶段，是不是已经走向破局了呢？今天就是这个问题第一题一起来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疑似正式接管了接下来的对美谈判路线。美伊双方会不会从外交上面的谈判直接升级为强硬派对强硬派的一个正面摊牌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伊朗会不会把荷姆兹海峡战略延伸到海底电缆，接下来掐住这一些在中东国家波湾地区的数位咽喉来掌握住全球的经济、AI 跟金融系统，全球会不会进入新的
地缘政治风险当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他高调宣称跟伊朗的 MOU 谅解备忘录现在进入了最后的一个谈判的阶段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自己好像谈得蛮好的，尤其是在5月29号这一场国安会议之后，川普对原本的这个版本 MOU 更提出了一个比先前更强硬的修订，针对4个议题当中，包括了浓缩铀的处置，他的态度比以前更强硬了，还说要冻结资金，制裁也会做安排，还有核姆兹的控制权。没想到伊朗是完全没有在怕的，伊朗也祭出了4条他的红线，而这4条红线的方向跟川普是完全相反的，看得出来伊朗似乎也没有在害怕说这个和谈破局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是这样呢？伊朗的强硬派会来主导伊朗吗？原因是现在传出来，来自于这个电视台爆料说，温和派的总统裴泽斯基安疑似递交了辞呈，而理由是因为革命卫队已经掌控了政府。虽然遭到伊朗官方火速的否认，但是外界已经开始关心伊朗内部权力是否开始重新洗牌，接下来会有强硬派的革命卫队来掌权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来做关心的。那代表说美伊和谈变得会越来越困难吗？那杨老师怎么看？我首先我认为这个伊朗总统辞职这一定是西方所放出来的一个认知战的消息。他内部当然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嘛。伊朗从1979年到现在，他的温和派、世俗派跟革命卫队之间一直都有不同意见。它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就是这个主张，所以他也一直以来没有真的走向核武之路。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刻？现在是国家存亡的时刻耶。那尤其是比较理性温和，你说理性温和，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国家存亡，而且现在是对伊朗最有利的一个时刻？跟美国的谈判可以去让美国把过去一直以来的制裁、冻结都拿掉，让伊朗重返中东国际舞台。这个时刻他会辞职。我觉得这个消息太挑战我的我的一般的认知所以我先这样子的认定。第二个是我觉得伊朗现在看穿了川普，因为你不敢打呀。我们刚刚讲，你打了39天，2月28号到4月7号，那一天掉一台飞机，掉一架飞机，你现在还敢再打吗？之后他都发射一下飞弹啊，然后呢骚扰一下边境啊，那不断的在写那个他的推文而已啦。那推文越来越夸张，推文把他像上帝一样，你知道吗？Captain America、Captain Trump 都来了，那他不敢打，他看穿他了。第二个，时间对美国不利，对川普不利。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都不要讲选举或者是美国经济，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从开战到现在其实每天已经减少1300万桶的石油运往全世界，因为它过去可以一天2000万桶，现在一天大概700万桶，有一些是经由沙烏地阿拉伯、沙特的这个小油管等等之类，所以换算到现在已经打仗，现在是第92天，92天加起来12亿桶。所以过去这个92天，全世界已经少了92亿桶，92亿桶它怎么来？它就大家赶快去国际市场上抢现货，以及美国、俄罗斯就增加出口，同时呢还有战备储油拿出来用，所以大概撑得过去，因为一直都有好消息嘛，就是说要谈，所以市场紧绷在那边，油价也没有太高，那可是如果你现在再不谈市场上认为大概接下来再3个月，你如果还没有办法继续打破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僵局的话，全世界的油价就会崩解掉。因为尤其那个时候3个月之后是什么时候？6、7、8、9月份不得了，热得一塌糊涂。不要做工业或者是这个民生用电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呢，压力不是3个月，而是我觉得未来2到3个礼拜，如果这个协议还是没有办法出现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国际的能源价格、国际的所有的层面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时间对川普不利。伊朗怕什么？我都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了。那双方有高度的不信任，而川普一直到现在还认为说他打赢了，他当然要一个胜者的协议。这个问题是他真的认为他打赢吗？我觉得
应该有人告诉他，我们这节目告诉他说，你赶快签和平协议了，你已经输了，你不要害得全世界跟你这样疯狂下去。不过我觉得美国的民调马上就会告诉川普，你不能够再撑下去了。对，好，一方面是美国的民调，这个川普到底有没有听在这个耳里哦？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嘛，美国签下了这个新的修订的 MOU， 是比以前他的态度还要更强硬。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朗看在眼里，他会不会祭出一个更强硬的报复手段？那我们现在预估的下一个他的报复手段会不会就是从电缆来下手？因为他目前为止都没有针对电缆有所动作。那包括了会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就是包括了许多的科技大厂，像是 Amazon 啊，或者是 Google、Meta、微软。到全球的金融交易中心、AI 资料的中心等等，都是靠这些海底电缆在做运作的。而且很多的电缆非常的靠近，包括了荷姆兹海峡或者是伊朗。会不会伊朗来控制这个电缆，造成接下来的云端、金融结算跟 AI 的这一些系统都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委员怎么看？是啊，荷姆兹海峡的确是一个核弹级的这个战略位置哦。它除了在大家所看到的，在水面上，它是国际的这个原油或者是原物料的往来非常密集的一个这个水域之外，事实上在水底下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光纤网路哦，那么才是真正操控住接下来在全球的 AI 发展跟这个华尔街的这个资金调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各位知道，长期以来这个中东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讲所谓的油源嘛。什么叫油源？油源就是说我用石油用美元定价，所以你们跟我来买的时候呢，你们都要付我美元。可是你想想看哦，中东的国家一手美元，它的美元要放去哪呢？它不会存在自己的银行里啊，它都存到了华尔街的银行去了。存到了华尔街的银行，华尔街银行就拿这个中东国家存在他那里的钱去做投资、去做发展。所以其实中东国家因为贩卖石油所得到的美元，事实上是推动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哦。包含现在在 AI 界，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资金，几乎都是从中东来的哦。那么因此，如果今天我先不要讲 AI 了，我就先讲金融就好了。如果今天海底电缆被切断了，各位知道，中东的国家，包含像这个，特别是像阿联酋，他希望把杜拜、把阿布达比打造成为中东的这个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前提是金融交易是要实时掌控的，你慢1秒都不行了。那如果断线了呢？断线了之后怎么交易呢？所以它光是切断这条所谓的海底光纤网路哦，将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了。因为你不仅是中东跟全世界断链了，那么中东的资金又是全世界这个资金市场最大的推手，那么这中间所造成的整个连锁反应是很惊人的。那么第二，中东的国家最近都很热衷干一件事，就是拿他们的土地去建这个所谓的运算中心啊。那为什么要运算中心呢？因为全球的 AI 需求量越来越高，所以算力的需求量很大哦。光是在过去这2周吧，我看到的数据，中国大陆对于算力的需求就是美国的2倍了。所以如果接下来所谓的 AI 智能体哦 ，AI 代理人，再加上所谓的 AI 进入百工百业了，大家的生活里头都需要 AI 了。你随便拿个 ChatGPT 问个问题哦，他给你一个回答，那都需要算力的。所以那些算力从哪来呢？所以过去这段时间，中东的国家很热衷在建这个所谓的运算中心，因为他们有钱嘛。有钱的国家买个 GPU 算什么？他只要建了运算中心，他光是提供算力，接下来他在 AI 的领域里头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AI 要有算力，你前提也要联网啊。就如果今天海底的光纤网路断了，对，你中东所有的这个运算中心，通通都这个当作是废物了哦，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跟所有全球其他的这个 AI 的网络进行连接。那要这样的数据中心有什么用呢？所以将来如果今天这个光纤网络真的被它切断了，我刚才说到金融已经造成致命的打击了，在 AI 的发展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手上还有另外一张核弹没有丢出来，他现在只不过是丢了一个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国际水域上的这条通道。如果他真的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而且对伊朗来说一点都不难，各位看一看当时的北溪管线是怎么被乌克兰几个人就把它切断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他如果真的要干这件事情，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
对，所以我可以看到伊朗现在其实这个王牌的核弹还没有出来哦，就是这个海底电缆。那另外一方面，许多的海底电缆其实也是非常的靠近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也在关心美伊其实都说自己掌控了荷姆兹海峡，到底谁真正掌控？等一下我们请舰长来带我们看。现在包括了美国跟伊朗方面都说自己实际的掌控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尤其呢，美国说，最近呢航行非常的顺利，主要是因为呢美军航行的咨询有奏效。那伊朗则是说呢，在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都可以顺利的通过，都是因为伊朗的功劳哦，它有帮助这当中做协调。现在大家也很关心说，到底这个海峡什么时候才可以顺利通行？尤其是燃油价格真的是大暴涨哦，已经涨幅高达了70%。另外还要再算说这些航运的成本啊、保险费、附加费也非常的高。那伊朗呢，最新还给了中俄优惠哦，就是说这2个国家在这边做航行呢，未来都可以享有特殊的待遇。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会不会让欧洲跟海湾国家，甚至美国的盟友更加紧张了？变成说，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伊朗比较高度的掌握荷姆兹海峡？那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回到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的话，那两伊战争最后怎么草草结束的？就是因为投入了第三者。那这第三者是哪一个国家？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开始对2国开始贩卖这个军火了。那这个时候，那美国跟当时的苏俄都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只会让中国大陆坐收渔利，所以就不打了。所以幕后的大哥都说不打了，就打不下去了。那至于说刚刚伊朗说他今天就是促进了28艘船，可是我们看看之前呢，之前一天可以最多超过120艘，那28艘其实只是个零头。那相对于我们看到2月28号开始开战之后，其实那个就不是零头而已，那是个位数。那个位数的部分呢，本来是看说好像是川普有一点点放软，然后伊朗呢也想要赚钱的情况之下，但是伊朗本身一直都是谈打。那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今天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一个部分出现了水雷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其实无法掌握啊。那对于川普来讲，其实他一直来讲，他一直都认为他站在谈判上的上风。那但是呢，谈判本身不是这样啊，谈判是有3个结构组成的，也就是权力结构、还有成员结构以及议题结构这3个部分的组合。可是我们在谈到议题结构的本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权力，那当然是美国比伊朗强，这很难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权力不是国家的一个真正的权利，而是我们讲说，在这一个区域里头相对的权利。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当水雷出现的时候，又投入了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像刚刚那个大建委员讲到，有关于海缆的部分，一点都不难，只要把他派出一艘邮轮，把这个锚放下去，一路拖，海缆就报销了。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状况，那对于欧洲来讲，无论是磷酸盐啊，或者是尿素，或者是氨这一些有关于肥料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出口的时候，其实对于未来的农作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是这个美国要办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一场演唱会，川普说他要办的，结果呢，竟然是遭到歌手们集体打脸，说他们不愿意来出场表演哦，非常的丢脸。于是呢，川普就喊说没关系，我的人气比猫王还要更高，所以他是要自己来办这一场
这个演唱会哦。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的通膨问题创了3年新高，物价失控，民调已经崩到剩下负的24%。观众朋友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说今年美国的其中选举会彻底的修理川普，我们可以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川普可以顺利的度过，一起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好，刚刚特别提到了嘛，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日子即将要到来，白宫原本计划的是说要在这边办一场大型的音乐会，结果传出许多歌手宣布了退出这一场庆祝音乐会，原因是认为说这音乐会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想见的，川普简直就是气疯了。他说：“我们应该要为250周年举办一场大型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集会，而不是去请那些呢要价太高了，而且没有人要听，音乐又很无聊，成天只会抱怨的歌手来做演出。”他甚至说呢，特别提到说，正在考虑让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人，一个观众人数超过猫王的人，也有人说呢，他是史上最伟大总统的人，也就是他自己来取代这一些三流的艺人。好，听起来非常的自恋，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川普最近他的自恋的争议其实非常的多。美国即将要推出这个250元的面额的美钞，重点是什么呢？川普说要在这个美钞上面印自己的肖像，结果呢说是违反了现有的法律规定的。川普还说要把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更名为川普甘乃迪中心，结果是立刻遭到联邦法院裁决违法，14天之内要把川普给移除。再来就是他的80岁生日快要到啦，他说要在白宫举办 UFC 这个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比赛。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样呢，就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护照上面要印有川普的肖像跟签名，这也是川普所提议出来的。那委员怎么看？对啊，我真的还是那句话哦，就是川普永远是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带来很多乐趣的人哦。所以每天呢要有一些川普的新闻，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乐趣。刚才看到了这个思敏告诉大家的这些相关的讯息，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快要从椅子上笑下来了吧？就是这代表说呢，我们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一个250的总统要办一个250的国庆。然后呢，发一个250的护照，然后再补上一张250的美钞，然后呢，接下来你还会看到这个250的总统，搞不好会出现在格斗赛里头自己打一打，因为他搞不好认为他身强体壮，为了要证明他是全宇宙最优秀的总统，干脆直接进入格斗赛打一场好了哦。然后你还要看到这个250的总统自己在演唱会里头演唱哦，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哦，这我们甚至半年的时间里头带来非常大的乐趣。就川普这个人已经是很难用常理来这个来做讨论了哦，就是真的很难得哎，就是全宇宙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哦。那么不管他做得好不好，他一定可以名留青史的哦。光看前2天那个伊朗的这个相关的发言人提出来的一段话，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国民可能听到了都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了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川普这个家伙呢，这个总统呢，居然可以在1天之内宣布要打3个国家，5月27号早上9点，他就说要摧毁古巴了，然后5月27号下午2点，他说他要进攻伊朗了，然后接着下午5点，他说他要炸掉阿曼，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总统，最后伊朗的这发言人说什么？他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是美国人要有多蠢啊，才会投给这样的一个蠢货呢？川普现在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他简直就是一个小丑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了。那么对美国人民来说，我认为他们当然把很多人把川普视为耻辱哦，所以这就不难解释说为什么这些歌手、这些艺人哦，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自由派的这个支持者，他们对于川普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甚至不要说这些，连一些运动的明星啊，他们大概也不想跟川普有任何的瓜葛。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川普以后要办活动哦，就不如由他自己来演好了。反正他是一个比猫王更有人气的歌手。他呢，如果身体够好，为了证明他身体不错，格斗赛80岁也可以下去打一场啊。那这些东西不要说不可能哦，就在川普执政的美国，我觉得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好，这个250周年的建国，美国的这个庆祝活动现在引爆了非常大的争议哦。那其实呢，现在大家在说是不是川普把自己当国王了？尤其是这个250年建国的意义，就是要反对君主制。那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美国国内发动了非常多场的 No King 的这一个
这一个抗议活动，其实那个 king 是谁？那个 king 就是川普嘛。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我们刚刚听到委员讲说，川普本身是小丑。不止他是小丑，为什么？因为羽毛相同的鸟都会飞在一起，那个叫物以类聚。那他的内阁其实就是个小丑内阁。这句话绝对公允，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看到了，贝森特立刻的就拿出了一张250块的一个纪念的钞票，上面就是印着这个人物是川普，他违反了美国现有的法律，因为美国的法律是规定啊，还活着的、还在世的人不可以印在钞票上，但是呢，他就是要这样印啊，那代表说，其实他其实有这个能力，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呐。那这个甚焉，不止如此而已啊。也就是那川普在他自己的出social里面还出了这么一张图，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拉什摩尔山上面，也就是总统山上面的这一些总统，大家数一数，1、2、3、4，怎么多了一个啊？原来就4位啊。最左边，在各位观众最右边这位很面熟啊，这位就是川普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讲。他在他的这个出social上面什么都敢贴，这也就跟刚刚杨老师讲的一样啊，什么都是川普，那他也是什么都贴啊。那这一个其实让美国人其实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那而且他刚刚那个就是说之前他在刚刚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他还贴了另外一张照片啊。那张照片呢，上面是什么？也就是他的前面是那个格陵兰，他就在那旁边，像一个登徒子一样这样看着那个格陵兰，意思也就是说，格陵兰他也没忘记啊，所以你看一天打3个国家，还有覬覦一下这个格陵兰，对，第4国，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位总统有多么的疯狂，但是这个总统。他没有夺取政权，他就是美国多数所选出来的，所以什么样的总统就是什么样的国民。好，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呢一系列的争议之后，美国现在最新的民调出来了，《经济学人》显示说，川普现在的支持度是负的24个百分点，创下该媒体自2009年开始追踪各种的民调以来是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的最新纪录。好，那我们也来整理一下，那在经济上，其实美国人民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严重的经济问题。首先就是因为对等关税的原因。造成了物价高涨，这个大家都知道。再就是中东的这一场战事所引发的油价暴涨，美国的油价更是一口气暴涨了50%，非常高的一个幅度。再来就是大家美国人常常吃的这个番茄价格，更是一口气暴涨，1年暴涨幅度40%，出现了这个叫做番茄关税暴增了。27879。好，一个三明治的餐厅营运长他说呢，我们那过去的番茄价格从1年前每箱是27美元，已经一口气上涨到93美元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位营运长他光是番茄额外多支出1年就得多付170万美元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哦。那杨老师怎么看？经济学人的这个调查，它是等于是一种讽刺的了哈。他是说，这个现在63%的人认为经济正在恶化哦，然后呢对川普的不满，所以他的净支持度跌至负43%。那相较于他的支持度，所以他算一个差别，他的外交政策支持度的来到负20%。不过我们通常民调不是这样子来看哦。那现在的民调是怎么样的？现在的民调，我们先讲，差不多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刚上任100天。他的民调支持度就已经是史上最低了，41%。这个是刚上来，你蜜月期都还没有过，结果呢，只掉了只剩下40%。因为通常美国总统是超过半数当选的嘛，那川普这一次也是如此。那1年之后呢？1年之后，他掉到他的不支持率来到60%左右，那支持率呢，差不多在接近40%。结果在5月22到26呢？很有名的一个民调中心叫 YouGov，它的民调是川普的支持度来到34%，不支持率来到59%，所以34-59，这是最新的。好，那历史上最低的是杜鲁门，不过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民调不太准，22%，尼克森24%，好，
你没有再比这个再低了，所以他现在差个10%，上了1年，然后呢，最严重的是有三个族群呢，3个类别的人几乎已经没有支持率了。第一个，拉丁美洲裔的很奇特哦，拉丁美洲裔应该说在美国的南部有很多就是古巴的移民啊，应该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呢，居然对川普的支持也就从 MAGA 里面消失了。第二个是这个独立选民啊，这个可以理解，独立选民。第三个，年轻选民也几乎都要消失了，在他的这个支持率里面34%里面哦，所以这3个那都已经消失。那他现在连续3个问题，第一个，他搞这个关税到现在还在硬搞啊，整个造成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偏高，然后呢，这个通膨，现在 CPI 来到了3.8%，消费者信心指数史上从就是最近这6年以来最低的来到44.8，哦，然后呢，他打伊朗战争，整个全球的经济受到影响，现在美国基本上大概还是受到 AI 的这个支撑，这个经济还是维持在这边。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如此。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消费者就比较富裕的人在不断的消费来支撑这个经济。那所以呢，你就看到其实它的经济都已经单极化，那跟台湾真的很像。然后呢，川普的这个整个问题开始在被压下来。可是呢，在真的进入到民调调查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浮现。那当然过去大家还记得吗？还在持续进行的就是ICE反移民的作为，还是引起各州的人民的反弹。那当然还有，也就是他自己在爱泼斯坦案当中啊，很快这个案子可能会被揭露出来。所以年底的这个期中选举啊，共和党还能赢吗？现在看起来众议院不太容易哦。我现在都担心参议院了，因为德州本来的那个参议员被他给干掉，选了一个他支持的人。那德州可不可能会出现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呢？这一次就是个观察指标。如果真的如此，2院都是民主党掌控，那明年川普一定被弹劾。弹劾就要下台，川普不会下台，他一定会鼓励人民去攻占。攻占什么？大家都了解了，美国又会整个乱套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中科技战，赶快要来看到的是，美国是搞错战场了吗？在这个时候急补漏洞，封晶片做白宫吗？另外一方面，华为在此刻则是推出这个涛定律出世之后，他说要直冲1.4奈米。另外，中美日现在都希望能够做这个光刻机3路围攻艾斯摩尔，神话会不会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没有想到呢，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这时候针对于科技战又再次的升级，做半导体相关的管制。最新他寄出的是美国发布的紧急指导意见，堵住包括让辉达还有 Blackwell， 甚至是这一些最先进的 AMD 的 AI 晶片可以流向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的路，全部都给它围堵住了。但是现在来看说，美国你继续禁止，真的中国大陆会害怕吗？原因是因为现在大陆早就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整套系统了。华为推出的这个涛定律是挑战了称霸许久半导体业界的摩尔定律。涛定律大家知道是转向于这种讯号的延迟跟逻辑的折叠，时间维度全面做优化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喊出了2031年挑战1.4奈米，要完全绕开由艾斯摩尔所主导的 EUV 设备，也不需要用到它的光刻机了。中国现在是完全的走向半导体的独立自主化，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从设计制造到封装，全部都自主化。我们先来看到在制造方面，这个是中芯国际全力要发展的7奈米制程的产能。设计的方面，则是我们看到华大、9天在 EDA 的软体上面也做一个大厂的支持。再来是
设计制造跟这个封装的方面，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封装的方面，在于这个光刻机的部分，现在也有更大的一个加强设备了，包括在刻蚀还有它的薄膜沉积等环节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等于说现在大陆建立起自己的国产的系统，全面成型。那委员怎么看？对啊，其实中国大陆从今年的4月29日吧，当我们看到那个 DeepSeek V4 版本正式对外发布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根本不需要西方的晶片了。当时我在这个节目说过，V4 版本当时发布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宣告，它打造了一个这个生态链它打造了一个底层架构。那么这个底层架构可以跟CUDA来相拼那么这个底层架构呢，它不是只针对一家这个国产晶片它可以接到8家的国产晶片都适用那么当 DeepSeek V4 版本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有了这个底层架构之后呢，就可以发展属于中国大陆自己国内的生态链，而且不仅仅是针对一家国产的这个晶片它针对8家都是适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看到华为最近丢出来的这个重磅讯息叫做涛定律我先要讲一下，就是摩尔定律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半导体产业过去发展的60年的时间，都是依循所谓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在1965年，当时 Intel 的共同创办人叫做 Gordon Moore，他当时抛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说未来所谓的这个基体电路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IC， 所谓的基体电路呢，在18到24个月。我们现在是讲2年了，就每2年它的尺寸就会缩小一半。那尺寸缩小一半，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你可以放进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电晶体那么当电晶体放得越密集，那么效能就会提高。因为所谓的这个电晶体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距离的，所以当距离越近的时候，它的效能就会越高。那么过去我们在60年的时间所发展的这个半导体的路线都是循这个路线的，但是摩尔定律走到今天，已经面临了很严重的物理极限跟所谓的成本极限了。什么叫物理极限呢？在地球上大家都学过化学就是说最小的物质是什么？是原子。你说当然原子还可以拆成原子核跟电子，但是那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物质了。最小的物质的尺寸是原子可是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2奈米、1奈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晶体的尺寸已经几乎要突破原子的尺寸了，这已经到了所谓的物理极限了，你不可能再小了。然后第二，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各位知道，光是2奈米的设计成本就超过10亿美元那你还不包含在生产的时候良率能不能达标，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要讲直白的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曲线已经趋近于平了就不太可能像过去这样不断的2年就翻倍一次，2年就往上提升。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提出的涛定律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的。第一，它可以取代了摩尔定律，就当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几何缩微你要把这个基体电路缩到最小的时候，你已经面临到一定的物理限制跟成本限制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做时间缩微呢？这是涛定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呢？我之所以要把这个基体电路变小的原因是我要增加效能，我要加快速度。那我可以用别的方法加快速度我怎么做？我用所谓的3D 堆叠我把所有的这个我要的晶片把它堆叠在一起。我原本是平面的，我现在变成立体的了，所以我所有的讯息传递都用垂直传递了。那我一样可以缩短了传递的距离那所谓的3D 堆叠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现在才来的。各位如果有注意，当时升腾这个华为的升腾系列。当时他在推出910 CD 的时候，他就已经试图用3D 堆叠的方式去提升它的效能的。所以呢，这一次华为推出的这个涛定律，我认为对整个半导体产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当摩尔定律走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用涛定律来取代了。就我们接下来用垂直的方式来取代过去平面的设计那么而这样的一个涛定律呢，某种程度呢，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摆脱它现在所面临到的所有的技术跟这个设备的封锁。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过去60年所有的半导体产业都是走摩尔定律的，所以现在所有的技术、所有的专利、所有的这个设备都是以摩尔定律为基础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一旦走了涛定律，它已经不在乎 EUV 了，它在乎的是3D 堆叠，它在乎的是
它的散热，因为当这些晶片都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它的这个功耗会很大。那么如何让这个能量热能散热的这个效果变得更高？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华为之所以能够提出套定律，它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认为中国大陆走出了另外一条半导体的发展的这个轨迹哦，它不但可以突破封锁，它可能可以再创高峰了。好，这是大陆哦，这个套定律走出了自己完全的一套自己在半导体自主的一个系统。那它是预估2031年挑战1.4奈米这样子的一个效能。那在此刻，美国商务部还要持续的对大陆做封锁，到底有没有用？那舰长又怎么看？如果美国商务部的紧急指导的这个意见有用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最大受害者啊，这就是雷蒙多啊。当初呢，他也就是对于华为各种打压，结果华为出了这个 Mate 60 Pro 的时候，第一个就直接在他的记者会当中，直接帮他拍了一张照片，而且那张照片呢，直接右下角就告诉他了，这是华为最新的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变成最佳代言人了，所以一点用都没有。反而变成了代言人。至于刚刚那个大千委员告诉我们这个有关于涛定律，有关于这个垂直堆叠，那我们看这个图就更为清楚。以前我们讲到的摩尔定律都是把这一个晶片越做越小，那可是越做越小的话，实际上来讲，物理极限就到了。那物理极限就会在这个1.4奈米以下的时候直接面对。那直接面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靠的这一个良率，靠的这一个艾斯摩尔不断的创新，也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除非你出现一个爱因斯坦，你现在直接的利用量子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是目前没有嘛？目前没有，但是华为就直接的在现有的基础上面直接开始进行堆叠。那进行堆叠的部分呢，其实它也是在做小。那但是呢，它的这一个每一个堆叠之间呢，直接的拉线，直接就可以拉线构连。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看到华为以及台积电未来的竞争，所以台积电不要认为说华为不是对手，实际上来讲，华为把台积电当成了对手。也就是我们看到，当这一个晶片越做越小的时候，你碰到了这个物理极限。但是对于华为来讲，它现在做的也就是它要把这一个晶片越叠越高。那只要它能有效的解决这中间的散热问题，解决这中间的拉线以及设计的问题的话，那其实即使它现在只有7奈米，或者是进步到了5奈米的话，它的状态可能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台积电的1.4奈米的状况还要来得好。所以这个就是后发先至的一种可能性。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中科技战下，这个美中各自在自己的赛道上面的成绩跟努力。那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制作晶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光刻机。长期以来其实也都是由艾斯摩尔在高阶制程上面完全的垄断。那现在呢，其实包括了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大陆都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光刻机。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最新进度。美国方面，我们先来看，他宣称呢突破了这个叫做 X 射线的微影技术，成本呢5000万美元，是远低于艾斯摩尔它的 EUV 的5亿美元。他还放话要挑战台积电跟三星的代工。再来是日本，它是尼康，它重返战局，主攻 DUV。那么现在根据了解，艾斯摩尔它的这个浸润式机台要8250万美元，所以日本说它的优势是在价格上面。最后是大陆了，路透社的爆料说，深圳有一座是高度戒备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了 EUV 的原型机台。那么还包括了艾斯摩尔的前工程师有在参与，2030年前要实现晶片量产。代表艾斯摩尔的霸权有可能松动吗？杨老师怎么看？应该是迟早的事情。不过眼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挑战。他现在主导整个光刻机的霸主地位，因为他的这个订单现在还是排得很满。对。而且它的最新的叫做 High NA EUV， 对，定价多少钱？4亿美元，太贵了，连台积电都说。我到2029再来考虑，可是海力士在抢着买，
但即使如此，以它的就是整个从 DUV 到 EUV 的制造的这个量能呢、产能，它其实到2028年才可能真的去做它现在这个4亿美元的最新款的 EUV。那因此，它所需要的零件大概超过10万个，有5000个供应商啊，所以这个跟台积电整个在晶圆晶片制造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它的制程以及它的整个生态系哈，使它维持在这个霸主地位很难这个震撼。可是呢，你刚刚提到的像是美国那个 substrate， 对，不过目前基本上它还是实验室是做出来了，可是呢，进一步的要把它做量化量产了，我觉得很大的困难。它的价格大概是只是就是 EUV 的 ASML 的1/10，大概5000万美元。那至于我看到北大、浙江大学都有提出新的这些诉求的架构，有的根本就直接跳过光刻机。可是事实上，以我对涛定律理解，它有2个跨越。第一个，它跨越摩尔定律；第二个，它跨越美国在科技战当中的那种地缘科技对中国大陆的限制。可是，即使是华为已经这个成功的推出381款使用涛定律在做，可是他还是希望说，就能够用光刻机把现在7奈米达到5奈米的效应。那如果做到5奈米，那不达到3奈米吗？所以它还是需要光刻机跟 EDA。